OPPO Find X9 Ultra 终于正式亮相，不只有双两亿像素镜头，还把很久没有看到的10倍光学望远镜头放进来，这到底要逼死谁呀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没错，众所期待的 OPPO Find X9 Ultra 终于正式亮相，而且确定会在台湾上市登场。这次帮大家整理的内容是中国发表会推出的版本，国际版本的规格跟功能可能会有一些出入，但大家最期待的相机规格跟功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这是 OPPO Find X9 Ultra 呢，一开始瞄准的方向就很直接，就是影像创作。当然，镜头规格也很夸张，双两亿像素镜头，10倍光学长焦，新一代的原色增彩镜头，还外带一颗等效300mm 的真距镜。接下来就来快速整理发表会资讯给大家参考，实测部分就请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咯。先讲大家最在意的10倍光学长焦，因为这颗镜头真的是这一次 Find X9 Ultra 最有话题的地方之一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款有10倍光学长焦的手机是哪一款？其实距离现在也不会很远啦。三星从2021年的 S21 Ultra 开始，连续3代都有10倍光学望远镜头。最后一款就是2023年发表的 Galaxy S23 Ultra， 当时它采用的是1000万像素10倍光学望远，拍摄的效果其实真的很不错。但 OPPO Find X9 Ultra 这次不只把10倍光学长焦重新拉回来，而是直接把规格全部往上提升了。感光元件采用5000万像素 ZNL 感光元件，尺寸大小是2.8寸，光圈居然还高达 f3.5。对于等效230mm 焦距的手机镜头来说，这个光圈真的非常的大。而且 OPPO 官方这次还提到，这个镜头除了是真正10倍光学长焦以外，甚至还能做到20倍无损光学变焦，实拍效果如何呢？当然还是要等后续的验证。能把这颗镜头塞到手机中，主要是采用了5重棱镜反射潜望式结构，让整个模组体积缩小了30%，同时还加入可以过滤99.999%杂光的近光结构，以及感应器位移式光学防手震技术，目的就是在高倍率、低光源的场景下，依然有更好的拍照成功率。除了10倍光学长焦外，双两亿像素镜头也是非常重要的看点。毕竟 vivo X300 Ultra 已经抢先一步采用双两亿像素镜头呢，所以OPPO Find X9 Ultra 到底能不能超越，就是看点了。Find X9 Ultra 第一颗2亿像素感光元件就是主镜头，采用1.12寸 LYT901 感光元件 f1.5 大光圈，光圈呢是比 X300 Ultra 要大一些。那第二颗2亿呢，是用在3倍望远，采用1.28寸 OV52A 感光元件 f2.2 大光圈哦。感光元件面积比起 X300 Ultra 的 3.7 倍望远要大一些，不过镜头倍率小一些。但其实这不太会影响 OPPO Find X9 Ultra 的望远品质，毕竟还有一颗10倍光学望远在后面等着啊。那这颗3倍长焦镜头还支援最近15公分的长焦微距，实拍效果呢也等后续实测时再来分享。这是 Find X9 Ultra 超广角镜头呢，是采用1.95寸5000万像素 Sony IMX882 感光元件，光圈是 f2.0， 这个是足以应付一般的日夜拍啦哦。那当然还有全新一代的原色增彩镜头，那这个镜头就是透过多光谱感应器，更精准的量测环境色彩、色温还有白平衡，让照片跟影片更接近你眼睛看到的样子，尤其是拍人像会更有感。全新的原色增彩镜头从前一代的200万像素提升到320万像素，而且从前照式变成背照式的设计，动态范围也大幅的提升，所以不只是白平衡更准，肤色还原跟整体的色温表现也会更稳定。真距镜呢，也是众多手机品牌全新的战场哦。之前在 X9 Pro 的时候就曾经推出等效230mm 的真距镜，这次 Find X9 Ultra 更一举把真距镜拉到等效300mm。这款真距镜采用全金属机身设计，由16片镜片组成，其中还包含4片的低色散镜片，主要就是为了抑制色差，提高解像力。这颗真距镜是安装在2亿像素3倍长焦镜头上，装上之后大概可以实现13倍光学变焦的效果。
它还有预设13倍、30倍、60倍3个焦距哦。那等效焦距呢，最高可以来到1380mm 啊，所以这个是非常远的哦。这次不只是针距镜本体提升，连整套配件也一起做得更完整。新一代的手柄保护壳加入了哈苏橙色的快门键啊，真的是超有感的哦。那快速键跟变焦键的操作逻辑，整体更有相机感。另外也支援67mm 滤镜转接环。简单说，这一代 OPPO 啊，不只是把针距镜做出来而已，而是把整个拍摄生态慢慢补齐。Find X9 Ultra 录影部分支援全焦段 4K 60fps 录影，从超广角到高倍率变焦都能维持高品质的画面。双扬一像素啊，更进一步支援 4K 120fps 电影级录制，另外也首度导入8K 30fps 的录影规格，而且还是10bit log。对于有在做影片创作的人来说这可以说是让制作的弹性更高。Find X9 Ultra 这次也导入全新的 O-Log 2专业影片工作流程。官方强调 O-Log 2可以更完整保留暗部还有中间调的细节，色彩过渡会更自然，也能降低画面的拖影，让暗部的画面更维持干净的表现哦。它也支援 ACES 专业色彩管理流程，色彩匹配会更有效率，再加上支援自定 3D LUT 汇入、监看还有汇出，代表你可以直接把自己熟悉的色彩风格先汇进去，拍摄现场就能预览 LUT 的效果哦，甚至直接把 LUT 汇出在影片中，一键输出更有风格的成品。既然都已经走到创作工具这条路了，那萤幕效能跟续航当然也要够好。Find X9 Ultra 搭载 6.82 寸 144Hz 1440x3120 的 AMOLED 显示器，最高支援3600 nits 的峰值亮度，最低可以到1 nit。官方也提到，它搭配自研 Display P3 Pro 显示晶片，还有全新的发光材料，不止色彩准确度更高，也更兼具的功耗的表现。效能部分则是采用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处理器，搭配更大的散热面积，还有全新的散热材料，即使在 8K 录影跟高负荷底下，依然可以维持稳定流畅。再加上7050毫安时大容量的细碳电池，以及100瓦有线闪充、50瓦无线闪充，简单来说就是拍得久也补得快啊。那对于真的会拿手机长时间拍摄的人来说，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的重要。这次 Find X9 Ultra 确定会在台湾推出国际版，会推出橘色跟黑色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觉得 OPPO Find X9 Ultra 这是最厉害的地方，不止在镜头规格上的大幅提升，也把影像创作流程放进手机中。至于实际拍起来到底有多强，之后就等我实测之后，再来好好跟大家分享啦。以上就是 OPPO Find X9 Ultra 的发表会快速整理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。如果任何建议或问题，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。我是 Kissplay， 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